长相思》杨紫新剧接档王一博追风者播出花絮曝光2细节，惹怒他粉丝。杨紫去年凭《长相思》攀向演艺高峰，稳坐陆剧女神之位。她搭档《延禧攻略》的许凯主演的大女主成长剧《承欢记》将在4月9日接档王一博的《追风者》开播。剧组日前释出主演的全家福花絮短片。微妙的是，杨紫身为女主却坐在边边，不止 C 位被配角抢走，且在微博版中，她正脸被戏剧 logo 挡住，抖音版更直接整个人被裁掉，让杨紫粉丝瞬间炸锅，怒轰剧方不尊重杨紫的大女主地位。《承欢记》改编自一书的同名小说，讲述出身于上海的95后女孩麦承欢杨紫氏，原本与男友辛嘉亮、牛俊峰氏论及婚嫁，两人关系却因女方优渥的经济条件，加上麦母过度插手，逐渐失衡，最终分手。后麦承欢逐步从母亲强势的关爱中挣脱，在工作上更专心进取，得到继祖母的认可，将自己最看重的酒店经营重任托付给她，因此结识了继祖母的亲孙，职业酒店经理人姚志明、许凯氏。两人不但成为工作伙伴，携手前行，生活中姚志明也被麦家烟火气之下的真情包围，与麦承欢的感情逐渐升温。麦承欢重塑了母女关系，也收获了爱情，走出了一条非凡的成长之路。《承欢记》定档将在4月9日接档王一博、李沁的主演的谍战剧《追风者》开播。剧组日前释出主演全家福花絮短片，不想却惹怒杨紫粉丝。首先，杨紫跟许凯身为男女主，却坐在边边各一侧。C 位前排坐住饰演杨紫父母的姚安莲和赛飞，由于是前辈，网友认为也算合理。但后排却坐住饰演杨紫弟弟跟弟媳的男女二张耀、许灵月就有些微妙。不过也有一派网友认为，杨紫过去主演现偶剧《亲爱的》《热爱的余生》，请多指教，分别搭档李现、肖战都大获成功。去年与范丞丞主演的《要99爱》虽然热度也不低，收视口碑却不如从前出色，更大输杨紫主演古偶的成绩。如今新剧将播出，遮脸事件也可能单纯是剧方的炒作手法。事业型女强人杨紫备受瞩目，她的演艺生涯早已崭露头角，作品屡屡获得好评。而她与李现合作的新剧《国色芳华》正在紧锣密鼓的拍摄中，备受期待。与此同时，她与许凯搭档的另一部作品《承欢记》也即将在4月份上映，这使得她的名气和影响力更上一层楼。然而，剧组最近却卷入了一场闹剧，名为《承欢记》杨紫站位的话题突然登上了热搜，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点击进入后，却发现这个热搜并没有附带具体内容，显然是完全依靠网友们的实时讨论推上热搜榜的。这引发了人们对于事情的猜测和热议。随着网友们的讨论，一些细节逐渐浮出水面。原来，这起事件源于《承欢记》剧组近期发布的一组全家福照片。在这张照片中，杨紫的位置被剧组安排在了较为次要的位置，与其他演员相比显得较为边缘化。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杨紫的脸部几乎被其他演员挡住，几乎看不清楚。这一安排引发了杨紫粉丝的不满和质疑，他们认为杨紫作为该剧的女主角，应该拥有更加突出的位置和待遇。而这种被边缘化的安排，则让粉丝们感到不满，认为剧组对杨紫的不尊重。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发起了热烈的讨论和抗议活动，希望引起剧组的重视和回应。然而，剧组并未就此事做出明确回应，这更加激起了粉丝们的不满和愤怒。他们认为剧组的沉默是对演员权益的忽视和漠视，坚决要求剧组给予合理解释和补救措施。这场风波持续发酵，成为了当下娱乐圈的一大热点话题。在这场事件中，杨紫作为一名演员，她的权益受到了关注和争议。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演员地位和待遇的思考，希望在未来能够建立更加公平和合理的演艺环境。从热搜中可以看出，问题似乎与演员的位置有关。在剧中，杨紫和许凯分别饰演男女主角，但他们俩却被安排在边上。当看到中心位置被父母角色占据时，这似乎并没有问题。然而，进一步的了解发现，这个问题远远不是这么简单。作为女主角，杨紫竟然始终被《承欢记》的 logo 遮挡，几乎看不到她的脸，这无疑让粉丝们感到困惑。
毕竟，热情满怀的期待的粉丝们到底能看到什么呢？面对这样的情况，有必要重新评估一下《承欢记》剧组的站位安排。毕竟，没有杨紫就没有《承欢记》，所以她应该在剧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仅是粉丝，就连普通观众也会对这种情况感到气愤。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当麦妈妈和杨紫在互动时，摄像机的焦点竟然放在了男二女二身上，这样的镜头究竟有何意义呢？通常情况下，摄像机会跟随演员的动作，这样观众才能看到细节。在应该有杨紫出镜的镜头中将她裁掉，这确实令人怀疑工作人员是不是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个问题呢？在得到粉丝的反馈后，终于看到了麦妈妈和麦承欢之间的互动，这让人感到一丝欣慰。然而，粉丝之所以气愤，并不仅仅是因为看到杨紫坐在边上，更是因为她本应有的镜头被删减。即使是那些少量露脸的片段，也大多被剧名 logo 遮挡，这又怎能不让人生气呢？从剧名来看，《承欢记》的重心确实是麦承欢的成长故事。但是公开宣传时忽视了杨紫的存在，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粉丝们开始担心剧情的发展，担心杨紫的角色会被边缘化或忽视。希望这只是工作人员的一次失误，而不是剧组对于杨紫角色的故意忽视。杨紫作为该剧的女主角，她的角色不容忽视，她的存在对于剧情的发展和观众的吸引力至关重要。因此，剧组在宣传和推广时应该更加注重平衡，不要忽视任何一个主要角色。特别是对于杨紫这样的明星，她的粉丝群体庞大，任何对她的不公平待遇都可能引起轩然大波。粉丝们对于剧组的反应也是合情合理的，他们希望看到杨紫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注，而不是被边缘化或者忽视。希望剧组能够及时回应粉丝的担忧，并采取措施确保杨紫在剧中的地位和形象不受影响。回顾一下杨紫的作品，除了《承欢记》，今年她还有《长相思2》和《青簪行》即将上映，想必所有人都对《长相思2》迫不及待了。加上年初播出的《要99爱》，今年杨紫共将有4部剧集播出，粉丝们确实可以大饱眼福。对于杨紫的镜头被删减，你又有何看法呢？影视剧制作过程中，演员的戏份安排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每位演员都经过剧组精心安排，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为剧情发展做出贡献。然而，当一些演员的戏份被不合理的剪辑或遮挡时，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形象和发展，也对整部剧的观赏性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事件的发生不仅仅是对演员个人的不尊重，也损害了整部剧的质量和观感。粉丝们的不满和抗议正是对这种不公平待遇的有力回应，同时也呼吁相关部门和剧组加强管理，确保类似情况不再发生。这种事件对社会的影响在于引发了对镜头安排的讨论和舆论关注。人们开始反思影视剧制作过程中是否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安排和做法，以及如何更好地保障演员的权益。同时，也促使观众更加关注影视剧的制作质量和演员的表现，为行业的发展提出更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呼吁剧组及工作人员提高专业素养，合理安排演员的戏份，确保每位演员都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注。只有在保障演员权益的同时，才能够保证影视剧作品的质量和观赏效果，赢得观众的信任和支持。王一博在电视剧《追风者》中整体表现如何？在电视剧《追风者》中，王一博饰演的角色是魏若来，一个出身贫寒但充满进取心和勇气的年轻人。魏若来的故事充满了挑战和奋斗，她的朴实和努力让人动容。作为一个普通的年轻人，魏若来梦想进入央行工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经历了一系列艰难的考验。首先是火场考试，在这场考试中，他不仅面临着生命危险，还需要展现出自己的镇定和勇气。尽管遇到了意外，但魏若来始终保持冷静，最终成功完成了考试。接着是严苛的专业面试。在面对考官的提问时，魏若来展现出了超强的记忆力和推理能力，准确地回答了各种问题，展现出了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能力。
尽管面对的是一道道难题，但他始终不放弃，坚持到底，最终赢得了考官们的认可。魏若来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个人奋斗的历程，更是一个普通人追逐梦想的过程。他的坚持和努力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展现了普通人的伟大。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实现自己的抱负。王一博在扮演魏若来这个角色时，将他的内心世界和成长历程展现得淋漓尽致。他通过细腻的表演，塑造了一个富有正能量和感染力的角色，让观众为之动容，为之欣赏。他的表演不仅展现了他的演技，更让人看到了他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刻画。追风者中的魏若来是一个普通但又不平凡的人物，他的故事给予了观众很多启示和鼓舞。王一博通过出色的演技，将这个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王一博的演技在电视剧中有着值得肯定的地方，同时也有一些需要提高的地方。部分网友认为，王一博在剧中饰演的魏若来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底层人物，因此他在前几集中展现出的懵懂、青涩的表演是符合角色需要的。在剧情的发展中，王一博逐渐展现了他处理角色情绪变化的能力。特别是在后续剧集中，当他被林乔松抓捕入狱受刑时，他通过眼神和整个人物状态表现出了角色的虚弱和迷离，这种无力感令人动容。他能够很好地诠释出角色内心的痛苦和挣扎，让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此外，在情感戏的把握和节奏的把控上，王一博的表现也值得称赞。他能够准确把握角色的情感变化，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表演让人感受到了角色的喜怒哀乐，让人不禁为之动容。然而，王一博的演技也存在一些需要提高的地方。有观众认为，在某些情节中，他的表演略显单薄，缺乏一些细腻的情感处理。有时候，他的表演显得有些生硬，缺乏一些自然流畅的感觉。综上所述，王一博在《追风者》中的表演有着明显的优点，他能够很好地诠释角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引起观众的共鸣。但与此同时，他也需要在表演的细节和情感处理上加以提高，使得角色更加丰富和立体，让观众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受到角色的复杂性。在电视剧《追风者》中，王一博的整体表现可圈可点。他所塑造的角色魏若来是一个出身贫寒但充满进取心和勇气的年轻人。导演姚晓峰评价他是一个很干净青涩的男孩，事实证明这次的选择是对的。演技呈现方面，王一博通过细腻的表演将魏若来内心的挣扎和不安展现得淋漓尽致，使角色更加立体和有血有肉。